太子殿下有何吩咐？飘雪落在你的眉间，青丝绕过我的指尖。哇，太子殿下亲自帮他披衣服，真是太羡慕了！谢过殿下，但臣妇真的不冷。天寒凛冽，韩夫人不必勉强。让我们擦肩，我偏要圆满人间。这是梨汤，趁热喝。他到底想干嘛？太子为何对李青青如此上心？黄鼠狼给击败你，汤里肯定下了毒。夫君，你说殿下是不是对姐姐好的有点过头了？他算老几啊？殿下是看在我的份上，才会对他优待。李青青，我希望你清楚，你是沾了我的光，太子殿下才会对你如此厚待。等会儿宴席结束，记得跪下好好谢谢殿下的恩典，别让人说我潘阳不会教育妻子。夫君这几日辛苦了，来，这个梨汤给你喝。啊，今天懂规矩，那我就今晚勉强。夫君快喝！毒死你！潘郎，船夫，你要呛死我！放肆！先带青青小姐下去更衣。是。殿下，这里是女眷更衣的地方。殿下，您进来不妥吧？飘雪落在你的眉间，青丝绕过潘阳无能，根本配不上你。这样的夫君，你到底要守到几时？又来试探了。不，夫君待我极好，方才是我自己笨拙，才惹得夫君生气。我们夫妻感情甚好，从无合离之心，也绝不会合离。你若是因为潘家的束缚，孤可以。殿下，我生是潘家的人，死是潘家的鬼，绝无二心。若无事，臣妇先行告退。你是一眼万年为人成全，我相信此事就是命缘。你的笑颜，这是最动人的诗篇，宁愿与你不问流年，从此双双上人间，与你相拥无限，绵延不显现。你的温柔，顾心远，你可知？What？ 1年前，上元节朱雀街一面，我本以为只是好奇你的来历，那般存悔，可再次见面，故发现不仅如此。这是什么战术？可我已嫁为人妻，并且深爱我的夫君。殿下厚爱，臣妇承受不起。从此双双上人间，
与你相拥无限，绵延不谢谢。潘阳，杨儿怎么突然被派去剿匪了？夫君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好，李青青，喊我干嘛？本将军即将带兵出征，你身为正妻，不知门口跪送，反而着急出去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真晦气，出门没看黄历。小姐，怕是黄历上也写不下这么大的晦气。我告诉你，此次太子命我剿匪，是天大的恩宠。待本将军凯旋归来，加官进爵，指日可待。到时候，我就是伯爵爷了。说完了。你，就只配看着我跟慕言恩爱有加，看着潘家在我手上光耀门楣。你就只能做一个被我厌弃的黄脸婆，守一辈子活寡，这就是你的命。我祝你一路顺风，早日凯旋哦。这还差不多。待本将军回来，若是我心情好了，兴许还能赏你个肉骨头看看。你别生气了。夫君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小姐，您还祝他顺利，像这种祸害，就死在土匪窝里，别回来。我跟你打赌，他这次回来，别说伯爵了，就连现在的子爵都得倒了霉了。啊？小姐怎么知道？你没发现吗？那个阴货每次约我出去见面，潘阳都会被派出去委以重任，然后他就灰头土脸的回来了。这么一个劲儿的虐潘阳，难道真的喜欢我？要不然这戏也做得太足了吧？果然，潘阳还未到王阳岭，就兵败被俘。土匪说了，3日之内凑不够5万两赎金，就杀了潘郎。如今朝廷嫌潘郎丢人，不愿出钱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那货也就是个窝里横。现在府上哪有那么多现银？我早就跟他说了，这剿匪危险，他非得去争呢。你别哭了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将咱们潘家祖宅给抵押出去了。不可，这时候仓促变卖，定然亏钱。姐姐，你不是一直经营有道，颇有积蓄吗？姐姐，潘郎可是你的夫君，你作为正妻，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个时候想起我是正妻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姐姐还说这种话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潘郎去死吗？你掌管李家产业的时候，可没少赚钱，肯定藏了不少私房钱吧？你这 PUA 也遗传啊？你怎么不把你的私房钱拿出来？我哪有什么私房钱啊？妹妹这身打扮就不像没钱的样子，这头上的金簪，手上的玉镯，身上的云锦，哪一个不得值个1800两的？穿金戴银还哭穷。我这都是以前买下的。什么时候买的不要紧，值钱就行。妹妹救夫心切，不如把这些都当了，应应急。彩渊，愣着干嘛？帮李姨娘分忧解劳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救人如救火。别躲！妹妹别躲呀！为了你的夫君，这几天身外之物算什么呀？拿来吧。我的镯子。这个。那还有一个。哎呀，你别躲，别躲。拿来。好多呀。看着刚才李慕言那个表情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把这件首饰好好收好，过段时间就送给大美人儿。
就当是李慕言对他的孝敬。这真是太子所为？肯定，解气吧？现在觉得这个阴祸太子也没那么讨人厌了。你吓死我了！出事了。殿下，属下已经把近几日每一期的《望世宝》都买来了。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好，好重的杀气，好高的志气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？不愿向权贵折腰。这大雍最大的权贵是谁？王侯宅地接新主。新主，我看他是想做我大雍的新主。皇兄，你这分明就是断章取义。父皇，楼主的诗文豪放不羁，但绝无此意。就算此时无意，将来呢？现在我大雍的百姓皆在追捧楼主的喜恶与言行，说他真是逆贼。大雍危矣！父皇，楼主他绝对不……元昭，你心思单纯，被望氏楼主利用，朕这次就不予追究。但即日起，皇商事务交由太子接管，你留在宫中好好反省。元和，传朕旨意，望氏楼主妖言惑众，即刻捉拿，死活不论。其名下的所有产业，交由太子处置。儿臣领旨。太子有令，烧毁望氏楼主所有据点，打烧所有财产。站住！放开我！我的银子，我辛苦赚回来的银子还在里面，我的宝贝，你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，放开我！楼主，你挺住啊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放屁！真的全烧没了！正元贺之杀剑刀的玩文字月，让点捅死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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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捅死你！玉山，楼主。殿下，搜遍二皇子府，也不见望氏楼主的踪影，又被他逃了。不过发现了这封还未被完全烧毁的密信，里面提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似乎望氏楼还有个秘密宫房。往下查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所有的巢穴给我挖出来。是。这帮山匪太不是人了！我关在一个阴暗又潮湿的山洞里，不给饭吃，让我干活，让我刷马厩，让我劈柴。坐下，坐下。你看我的手，都起泡了。我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，他们这么对我，欺人太甚啊！哎呀，又怎么了？姐姐她借着此次由头，将我的首饰都占为己有了。什么？
楼主，喝药吧。忙着呢，一会儿喝。楼主，您是烧糊涂了吧？怎么还画起了和那镇元鹤的情话，还给他写情诗？你说，如果一个逆贼头子不对抓他的太子恨之入骨，反而对他卑微深情，大家会怎么想？要么是觉得太子魅力无边，能让敌人倾倒；要么就是他跟楼主根本早有勾结。我明白了，楼主，你是想让皇上猜忌太子？对，这皇帝那么多疑，这郑元鹤越是狡辩跟我没有关系，就越显得欲盖弥彰。一会儿九竹来，让他把这些诗画拿去大量的印刷，然后拿到文人茶楼全散出去。明白，楼主。只有这个王八蛋把他按在府里不出来，老娘才能专心赚钱。郑元鹤，你看我不恶心死你！楼主，还在睡觉？什么时候？真的是好吃懒做。潘阳，老娘今天心情不好，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儿出去。贱人，你还敢！姐姐，你最近肯定是太辛苦了，是该多休息休息。我让人送些补品过来。这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又想什么坏招呢？姐姐可是误会我了。你身体不舒服，咱家的产业总得有人看着吧？潘郎现在正受太子重用，这种关键时刻更得加把劲。姐姐，你呢就在这个文气上画个押，我帮你暂管产业。老娘是生病了，不是马上就要嘎了。你们那吃穿用度哪一个不是我挣出来的？这生意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给我出去！别蹬鼻子上脸！你今天就把牙给我画了，要不然老子弄死你！你干什么？放手！起开！你是谁啊？山姆。想抢我的产业？不是抢，咱们是一家人。我是想帮姐姐李的忙。慕言，就算我今天签了这份转让文契，你也不可能拿到这些产业。我现在没有精力跟你小打小闹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这些产业是靠我，还是靠那几张破纸？王家、白家、吴家、赵家，还有这些掌柜，咱家的产业何时有如此势力啊？本将军现在是太子身边的红人，还能怕几个商人不成？今日定要让你取代李千金，获取他的所有产业。来了。李掌柜，今日召我等前来是何要事？
李莫言想执掌我名下的产业，和你们合作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那不行啊，我们只认李掌柜您呐。若是东家易主，这合作不谈也罢。是，白掌柜，我也懂经商之道，绝不比李青青差。有本将军罩着，还能让你们吃亏啊？你一个训练士兵的教头，整天把将军挂在嘴边，不嫌丢人吗？说什么？谁不知道你为了巴结太子殿下，整日当狗啊？啊！就是，这大庸生意之道，乃是二皇子主管，太子殿下也无权过问。逆贼，都是逆贼！我这就上报太子殿下，把你们这些逆贼的狗头都砍了。你攀阳好大的官威呀！要不要连本殿下的脑袋一起拿了？见过殿下，见过二殿下，见过二殿下。不是二殿下，这些人仗着钱势要夺我潘家产业。你们的产业啊？那是青青姑娘和本殿下的东西。啊？什么？还有，望氏楼在其中也占了不少比例。望氏楼，我就说潘阳是狗吧，你们看还叫上了。敢惹青青小姐，现在给我滚到大理寺去领30大板，听懂了吗？殿下，我没犯什么错误。那又如何？不去也行，狗命留下。知道了，殿下，我这就去。慕言妹妹，夫妻应属同林鸟，你不去吗？姐姐，是潘郎他30大板和挨本殿下一刀。你自己选。民女知错了，可是民女有孕在身。那就抽金条。是，多谢殿下。哎呀，来，走，去。青青姑娘，这是我在大街上看到的，应当是大哥的挑拨离间。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是挑拨离间。太子，你有何话说？这些细节，望氏楼主怎会知道？他一直在监视青青，不能让青青危险。父皇，定是望氏楼主的离间之计。那为何全京城都在传你与那楼主的流言？都是子虚乌有的流言罢了，儿臣定查清楚。太子，你应该好好管理自己的言行，即便是流言，也足以见得你处事不力，约束不严。如有下次，朕必严惩不贷。是。你先退下吧。父皇，那望氏楼主实在胆大包天，竟敢陷害大哥。父皇现在为何不派人把大哥保护起来？自从大哥接手望氏楼的事务之后，经常在望氏楼忙到半夜。万一望氏楼楼主趁着大哥不备对他下手，又该如何？太子经常去望氏楼。是啊。那可是反贼望氏楼主窝藏之地。殿下，暗中派人保护青青，
他身边恐有危险。是。那望氏楼主那边，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你派人去找青青身边的人，就说姑要见他。就在望氏楼，就说姑有一笔买卖要跟他谈。是。既然小花豹关不住你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哼！殿下，殿下今日找我来，可是有事？看看这个新弩，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联动输金，上弦可省力30%，可连发30。能连发的弩，诸葛连弩都能做出来，这货的手作天赋简直拉满。说此弩能量产，对我边防大有裨益。兵部准备新造一批弩，我听闻你家就有木材产业。木材订单，这可是大买卖。之前捣毁了那么多生意，正愁没钱，用他的手艺赚回来，这波不亏。本来就是他欠我。为边防效力，那臣妇却之不恭了。只是这合作事宜，咱们还得细化。郭可教你连弩的制作之法，你我合作，所得利润，你8我2。居然只要2成，他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这毕竟兹事体大，殿下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，那陛下对您可会有意见？无妨，不过连跪3日而已。是啊，太子殿下为了力保潘夫人您，在朝堂上被二皇子攻击，差点连四察院的监管权都交出去了。长林，他可会为我有一丝感动。唉，可惜了，这阴货带着司察院天天毁我产业，没了最好。唉，臣妇不知殿下为我受罚，真是惭愧。无妨。怎么就只是罚跪啊？这货只要不死，我赚钱大计就得多灾多难。想杀，好像现在就有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这么轻易就能做掉他，这阴货是不是在给我挖坑啊？算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每只都能中10环。除了日常练习准头，上弦也有技巧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小凸起，你把手指放在这儿，拉弦，这样不仅无声，而且更快，事无虚发。融化了冬雪，惊鸿一瞥，抵过千言。瞬息之间，便可一击毙命。命运妄图让我们擦肩，我偏遥远漫。这样就算遇到危险，他应该也能自保了吧？这好厉害啊！还有别的一击致命的招吗？有啊，日后姑慢慢教你。谢殿下，我一定会好好学的，到时全用来杀你。他终于肯让我亲近了。你的笑颜，就是最动人的诗篇。爱已不轻易告别。老二怎么还不来？气氛这么暧昧，
老娘一会儿要吃亏了呀！禁军在此，望氏楼余孽给我出来！陈凤思下与殿下见面已是僭越，现在又被说是望氏楼的党羽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皇兄，你怎会在此？此处已被孤买作为私宅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太子殿下，我们收到密报，说是楼主今日会出现在此，殿下可曾见到？哎，魏统领，我想这事其中肯定有误会。殿下怀中女子是谁？为何躲躲藏藏不敢示人？别担心。魏统领这是要查孤，我既受皇命，就得查个清楚。放肆！太子殿下的事，也是你个小小的禁军统领可以过问的。魏统领向来是这脾气，大哥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这姑娘和此事没关系，先放她走。孤自然会回宫里，与父皇解释清楚。解释个锤子！你老爹只会更怀疑你。狗东西，有本楼主亲自写的纸条，这下还不把你按死在家里？成了吗，楼主？当然了，记得跟老二说，那边处理完了，让他来工房找我。好。哇，有了这些发明，又可以挣大钱了。太子，你该如何解释？儿臣问心无愧。儿臣早已将望氏楼买下，作为自己的私宅。那个女子也并不是什么可疑之人，那为何又遮遮掩掩？儿臣不喜他人窥视自己的女人。皇兄，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！本来我是不相信市井传闻的，现在我倒是要怀疑了。况且，你这身上的味道和楼主的极为相似啊！你找死！这是何物？魏石墨望氏楼愿以全部武器为交换，祝太子殿下登至高之位，望太子殿下放我一条生路。父皇，这是楼主的真迹啊！呈上来。太子，你还如何解释？分明是有奸人想陷害儿臣，方才故意将纸条趁机塞入儿臣的怀中。皇兄，你这话是何意思啊？你是说我陷害你？父皇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刚刚连皇兄的衣角都没有摸到。太子御前失仪，罚禁足1月，其司察院
也封建一约。是。跳梁小丑，也就只会用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他和你在勾结，也只不过是轻飘飘一句禁足。父皇的心果真是偏的。楼主，人带到了。楼主，你竟然有这么多军事装备啊！不跟你打听的别瞎问啊！那疑惑太子嘎了吗？楼主的方法果然奏效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皇兄与四察院都不会再来烦您的心了。可惜我的忘事报，还有那些来不及搬走的银子，想到我就心痛。楼主带我赚钱，却因我屡次卷入险境，元昭心中实在愧疚难安。所以，楼主，接下来的新生意，一切本金由元昭来出。这里有50万两银票，还有张闹市商铺的地契。元昭愿为楼主接下来的新基业尽一份绵薄之力。本楼主没白疼你呀。那这个就作为你入股新项目的资金，赚到的利润分你30%。听楼主的话，已经知道下一步要做何了。那个阴货以为就此能打倒我，老娘可是打不死的小强。我的新目标，钱庄。楼主是想打劫钱庄？好主意。我是说要开钱庄。存款要收费，借贷利滚利，这哪是钱庄啊？根本是坐着就能下金蛋的走地鸡。而且咱们还有武力值 max 的死士，这别人怕劫镖坏账，我可不怕。保险起见，你就做这钱庄明面上的掌柜。一切都听楼主的，楼主说什么，元昭便做什么。小东西，怪招人稀罕的。行，蒙上已经送回去。是楼主，你等一下。插出去。你这。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钱庄的名声打出去。既然忘事报用不了了，我们就用这个。九竹，你呢？带你兄弟把这些小广告挨家挨户的塞到他们的门缝里，然后再用这个办，见墙就盖，见地就印。我是杀手。你格局打开啊！这公司都要倒闭了，你还挑活干？这波雄起之后，我升你做望世楼的 CFO， 管钱的总负责人。如果你食言，我杀了你。就知道杀杀杀。还存钱反厚利，这白送钱的法子都能想得出来，那女人该不会是疯了吧？为了 CFO， 堂堂第一杀手，全干这事儿。为了招揽客人，这死女人
居然把我弄成这样！哎，姑娘，你们钱庄存钱返厚利可是真的啊？你下！这人怎么这么凶啊？存银100，年增3两，白纸黑字，到期兑现。你瞎吗你？站好！干什么？来！贵人钱庄开业大福利啊！存银不仅不收费，还赠送真金白银，存100两还你们103两。就是说我存100两，什么都不做，1年后就能有103两。没错，而且我们东家乃是当今2皇子殿下，保证概不拖欠，如有违规，大理寺会亲自处置的。这可是大好事，真好！咱们又不参与钱庄保管费用，真好。不是钱财放在家里，又怕被小偷惦记。哎呀，这不就白给了吗？不存白不存，我存。排队！排队！来，客官里面请。我存300两。来，里面请。我存500两。哎，你别插嘴！我去，九竹，干什么呀？这是。来。照这个速度，我的小目标指日可待。楼主，这存钱的百姓从这儿都要排到街尾了。我算了一下，今天咱们收入的钱，1年以后的利息倒贴出去不少啊。这生意当真能做？我问你啊，这普通百姓把钱存在钱庄里，他会明天就取出来吗？那是不会，大多数存钱的都是买房置地、儿女婚嫁的积蓄，存个1年半载，倒也是常事。那这些钱躺在我们钱庄里睡觉的时候，我们能干什么呢？楼主的意思是，钱生钱？孺子可教。我常想，楼主到底是哪来这么多惊世绝妙的点子？难不成真是天外来客？这货开预言家技能了。我倒听闻，皇兄马上就快解禁了，也不知道咱们的钱庄能开到什么时候。那瘟神要是出来，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？我得想办法让他继续关禁闭。送给你。这弩虽然小，但是3步之内便可射杀1人。多谢殿下赏赐。青青喜欢这些小玩意儿，趁这个机会多做一些给他防身。殿下，望是楼主。